高股息 ETF 啦，或是即使现在市值型 ETF， 长期的年化报酬率，市值型以过去10几年而言，大概是10%啦，高股息大概是6到8%，是没有问题。对，但是这里面存在什么问题，你知道吗？比如说，像我42岁只有100万，有些人连42岁拿100万都拿不出来哦，对，可能只有30万、50万。你要靠6到8%，即使靠10%好了，你要翻身也不可能啊，真的也不可能。你自己用试算表算一下。欢迎收听收看理财小时候，我们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多元观点，和你一起学习投资与理财，一起打造出有选择人生。欢迎大家 Podcast、YouTube 和 IG 订阅跟追踪我们。大家好，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中年财富觉醒的富旭哥谢富旭。那俗话说呢，理财就是最好时机就是10年前啦。我觉得这句话听在那个中年人像我这样的耳朵其实很刺耳啦，我就开始想说10年前我在干什么，那为什么没有好好投资，把那笔钱不知道花到哪里去了，就是还买了一些用不到的东西摆在家里很占位置啊。然后我常常劝朋友说，就是说你不要再这样想了，就是像我一样这样想是很内耗，一点帮助都没有。因为理财最好时机是10年前的，下一句是第二好时机是现在，所以你现在开始还来得及啊。所以富旭哥写这本书就是中年财富觉醒，我觉得真的很重要。就是我们今天可以来聊一下，就是中年在理财会不会太晚，还来得及吗？那怎么做会比较好？不过一开始我们还先请富旭哥先自我介绍一下。主持人好，理财小时候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存股助理电子报的总编辑富旭哥啊，那我就今天就趁这个我最近出版的一本新书啦，就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投资理财的一些话题。了解，富旭哥，你一直以来都是财经记者嘛？对。可是你在书里面写说你42岁才财富觉醒，我想说这个超出我认知。我想说财经记者就是每天都在接触，应该超早就开始投资才对。为什么你是写说自己是42岁的财富觉醒？那你之前都在干嘛？是，事实上我在进入社会的第2年我就开始投资了。OK， 那时候是应该是1999年，我1998年退伍，那我1998年退伍就遇到亚洲金融风暴，那时候台股跌得很惨的，我记得好像跌到4000多点吧，那时候我刚进入社会，我手上也没什么钱呐，在工作了1年多，有个20-30万的本金，在1999年我才开始做投资，股票投资。我进去的时候刚好就遇到第一个台股跌的也深了，第二个遇到那时候所谓的.com 的行情，就是网络股。台湾当时没什么网络股啦，台湾当然是电子股，就趁热度嘛，就一起飙涨。那时候我手上我记得才1年多的时间，我手上的本金从20几万，我记得到2000年好像150-60万，很多倍。对，所以我第一桶金是股市赚来的。OK， 但是之后大家也都知道是什么事，发生什么事了，就是所谓的.com 泡沫破灭嘛，电子股也崩盘，我手上的本金还有从150几跌到50几，比原本的多一点点，比原本20-30万多啊，对一个年轻人而言，你会觉得我只看到我损失的从100多变50，对，我只那时候我只觉得我损失了100万，那我不认为我还有50万，就这个一念之差啊，让我就是像一个赌徒一样，想要翻本，而且那时候的一个时机，你再怎么看都是很值得，就是重压，因为股市已经跌得很惨了，不到1万点，然后9000多点，跌到好像是2-3千，已经跌得很惨了，我就想说，那这个机不可失啊，我就跟华南银行我的公司有说华南银行，然后我们公司办那个信贷嘛，我就借了30万，哇，对，然后就充实我的本金，然后再继续投资，但是那一次是遇到一个所谓的长空头啦，它虽然有反弹，但是反弹不多，然后.com泡沫之后的空头持续了大概4年，它持续到2001年，还遇到那个恐攻事件呢，美国恐怖攻击，2003年还遇到 SARS，所以那3-4年的空头真的根本是熬死我了，
但是当时我就越陷越深呐，我不但借了信贷，我还借了卡债。OK， 对对对，哇还有融资，所以我当时最惨的时候，我大概每个月领薪水也不多，大概5万多块，大概一半以上都要缴利息啊，马上就要去还卡债什么的。天哪！撑了大概4年多，我真的是受不了了，我整个人快崩溃了，跟家人求救了，我爸爸妈妈、我的妹妹，当时我的太太也来帮我，大概将近250几万，先把它还掉，我再慢慢还我爸爸妈妈跟我妹妹这样，那因此这样我沉寂了8年之久，OK， 都没有投资吗？对对，就一直在爸爸妈妈，你跟他拿钱，你总要还嘛，对对对，已经是大人了，又不是小孩，对，12年我42岁的时候，我用了8年的时间休养生息，慢慢累积到跟我太太有200-300万，我就跟我说服我太太拿100万出来，让我东山再起了，了解。所以我那时候42岁正式做所谓的价值投资，本金是100万，然后一直到最近呢，我现在的台股部位大概是2800万，大概从100万做到2800，大概是14年的时间，去年因为刚报完税啦，我去年领的股利是190几万，那我认为但去年是因为我的有一些长荣，蛮多长荣的，所以股利比较多，今年但是我认为我现在的部位，我的恒长性的股息啦，每年大概140、150跑不掉啦，那这虽然不是什么多大的钱，但是对一个像我这样平凡的人呢，我太太是公务员。那我现在还在杂志社上班，其实也够了，其实已经财富自由的状况了。对对对，因为我们花费就是一般人的花费嘛，所以这样就够了。了解。那回到42岁那一年，是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因为你原本就是想说就休养生息，然后也开始存一些钱。但是42岁那年就回到那个时候，大概发生什么事情让你决定？主要是我记得那时候我在苹果日报已经好几年，第2个孩子也出生了，刚出生，那时候我有非常对自己的职涯很恐慌，因为那时候的纸媒已经大不如前了啦，了解，报纸啦，对，那我不知道大家不了解这个媒体的文化，尤其是港商苹果日报，他们就是3不5时要传出裁员，那紧缩人力，又有2个孩子，那爸爸妈妈也都很健康，我是典型那时候三明治族，所以我非常的紧张，那我甚至当时想说我要去兼差，但是真的我那个上班实在太忙，我大概都要忙到晚上8点多，还有什么临时事件要去采访，对7点半截稿嘛，那大概也都要忙到8点了，那已经晚上8点了，那你本来想说帮邻居去倒厨余，但是说他已经你真的有认真考虑过这件事吗？有考虑啊，我一直在想说做个什么自己的一个小的兼差，或是小的生意，来缓解我这个恐慌，但是真的是抽不出时间，抽不出，也没有那个精力力气可以做，除了财经这块领域之外，我什么都不会啊。你叫我修理马桶，我也不会啊。那我就说服我太太说，那我会跟他保证说，我不会像年轻一样说这样，对，做那些投机的股票，就像现在做 AI 股一样嘛，都不看基本面的，然后股价越强越追。了解，我早期都是这样。OK，当然享受了1年半的美好时光之后，就尝到苦头了，然后休养了8年，所以说我绝对不会干这种事。以后我们做股票，你给我100万，让我东山再起，我跟他再三保证，股息为主啊，价差随缘。我做一个财经记者，我跑这么多上市公司，这家公司的获利怎么样？股息这是也不用说什么要很了解，就财报每年固定就知道。然后说这家公司的它是什么的产业的，你这个是可以高度预期的，股息是可以掌握的，甚至你要领几%的股息，你都可以掌握，但是你买的股票，你希望它涨50%。
你没有办法掌握啊。对，确实。我就说，我们就做我们可以掌握的钱，赚我们可以掌握的钱，这样慢慢做20年。我希望我62岁之后，每个月有5万块的股息收入就好了。那我就可以达到我的目标。了解。那其实这样的目标，在我正式做存股大概第8年就达到了。OK， 了解。那我好奇，就是像你年轻有一些做杠杆或者这种借贷的那个的经验嘛？对。然后现在新闻都在写什么4代同堂，还有什么5代同堂，我都有点背不起来，什么信贷、车贷、房贷，什么质押都来了。那富旭哥，你有什么看法？我这本书其实鼓励人家做杠杆。对啊。所谓杠杆，不要讲这么文绉绉的话。所谓杠杆就是借钱去投资啦。对。那我主张的方法是，假如你自己有资产，你有房子的话因为房子借款的利率是最低的。你去借，比如说现在房贷利率大概是2%嘛。你去借这个低利的贷款，然后去投资那些比较高殖利率的股票，那就有利差出来了。你现在台股其实现在涨到快5万点，但是其实你要找5%以上殖利率的还是很多啦。一大堆啦。那个就看你能不能看上眼而已，这是自己的选择。然后我建议我建议的杠杆是这样做。但是现在不是这样，现在是借钱出来买股票，然后股票再去质押。是追逐所谓的 AI 概念股，追逐本益比30倍、50倍、60倍质押，对，是追逐这种没有基本面的，或是非常昂贵的股票，是为了要赚价差。但是我的杠杆不一样，我的杠杆是说我就是我要先把我该得的股利拿到之后，然后有没有价差再随缘呢？你刚刚说市场上找这些有5%殖率的，其实也不难找，可是我们也不可能有无穷的子弹了，那你总是还要选一些来投资嘛？你是怎么选的？跑这个财经新闻，大概今年大概已经跑了第25年以上了，当时也有10几年的经验，42岁那我也跑过科技，我也跑过传产，我也跑过金融。我这10几年来的一个心法，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方法，我直接分享给大家。你要找过去5、6年，他所配的股息啦，有没有在逐步的像爬楼梯一样逐步的成长？要成长，不是一样，是要成长。成长少没有关系，即使成长3%也没关系，但是它有慢慢在增加，慢慢在增加。你不要一直定在那里，就配2块，很稳的，但是每年都配2块，很容易产生所谓的价值投资的陷阱。因为你可能买在本益比15倍，但是它可能本益比跌到11倍，那你可能还是价差损失30%，但即使你有领到股利，但是你只要选择这种股利有每年像爬楼梯一样逐步成长的，它股价通常也会上来。这是我这做10几年来一个最大的发现，一个最大的，其实这也不是什么秘密。我目前大概最重要的持股之一，星光产路保险公司，13、14年我就开始投资了，那当时不到30块。它的配息就是从1块多、2块多、3块多，这10年，那今年已经配到7.2块了。哇！那股价也从20-30现在涨到140，还变成金融股王啊！一家做厨具设备的，我大概是5年前投资的，那配息也是这样，大概是3块多3块5。3块8、4块、4块3，今年5块了。股价也是从大概50几块，现在80几块。当然有时候那个曲线不会那么完美，它会因为公司跟一家公司的经营跟人生一样，总是会遇到所谓的逆境。万一它有一次没有怎么办？对，要把它那个曲线画出来。有时候譬如说有一家公司是配息2块、3块，然后突然就掉到2块、2块5。然后隔一年，2块8、3块，把这个股息当一个点，然后你画出一条线，那个线的斜率是否是正的？你不要往下，是往上的 ，OK， 也可以 ，OK， 也可以，这表示趋势是往上的，比如说公司的整个，因为股息是获利决定的嘛，比如说获利是往上，这是最粗浅的
判断方法啦，但是光会这一招啦，我认为你在投资股市的年报酬率大概是6%、7%起跳。换一个角度来问，现在啊，蛮多人会投资就是 ETF 嘛，ETF 的那个受益户很多，像0056，那很多人都是很投资这个东西。然后啊，这个跟存股之间，假设我是一个中年人，然后我要投资，那 ETF 跟存股之间，我该怎么做选择？还是都不要选？就是做其实 ETF 啦哈，ETF 的尤其是高股息 ETF， 它的选股的逻辑跟我自己的价值投资是还蛮类似的，但是他们比较两光。怎么说？你绝对不要信任那个机器人选股票，对，因为他们是根据规则在，他们可能投资是很灵活的，你把规则定得太死啊，一定会有盲点，那个盲点往往就是左右你投资成效的一个关键哦，你不要小看那个小小的盲点。高股息 ETF 啦，或是即使现在市值型 ETF， 长期的年化报酬率，市值型以过去10几年而言，大概是10%啦，高股息大概是6%到8%，是没有问题。对，但是这里面存在什么问题，你知道吗？比如说像我42岁只有100万，有些人42岁拿100万都拿不出来哦，对，可能只有30万、50万。你要靠6%到8%，即使靠10%好了，你要翻身也不可能啊，真的也不可能。你自己用试算表算一下。我100万42岁啊，终于我也是按部就班，股息为主，价超为辅，不乱搞，不投机，那我的报酬率其实还略赢大盘哦。那一段时间从2012年到17年那一段时间，我的报酬率是略胜于大盘的，但是我终于等了6年，把我的投资的资产滚到200万了。你说要开香槟庆祝吗？好像太早了点，不是太早了。那时候我简直快哭出来了，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几岁了，你知道吗？48，我已经48岁了，哇，惨了！再10几年就要退休了。我的年化报，当时我算一下，年化报酬率大概也有8%。那我就想说，哇，惨了！我只要按照这个下去，我还是没有办法达到，就是让我快乐退休的目的啊。温饱可以啦，图个温饱啊。你说以后62退休之后，每个月有个3、4万，但是我觉得人生我不甘愿这样啊。而且还有通膨，那时候3、4万简直就是可能剩下2万多。对，我希望能够 double。之后我在选股就研发了一些方法，包括说蝌蚪投资法啦，把我的每一档股票我都有做定位啦，我对我投资的每一档股票，我都有对今年的整个获利，我都有先做预估，然后每一季的每个月的那个业绩出来，我再做修正。你知道吗？前面那5年我的报酬率大概平均只有 8%。前面那6年，那之后我开始更加，当时我翻到1倍的时候，又做了一个检讨。我觉得选股不能这么佛系啦，这么偷懒啦。之后我的报酬率就大幅拉升上来。然后即使加上前面那几年平庸的报酬率，这14年来啊，我平均的年化报酬率大概是16%，翻倍了，46%。所以你可以想象，我过去5年每年赚30-40%是很正常的。像我今年，即使今年这半年才刚过去，我的报酬率大概已经是34%了。你说大概账上绝对金额获利超过大概将近700万。不是说高股息 ETF 或是市值型，大家现在都推广这个可以，但是那是平庸的报酬率。小资族你的报酬率不能平庸，你只要真的想要翻身，你就必须 outstanding。你就必须杰出，用台语讲，你得要拔给来啦，你要更努力一点，8%、10%你没有办法翻身呐，你起码要跟到12%，你的方法要更加的缜密啊，只有这样才能够做到。福军哥，你刚刚讲到一个蝌蚪的策略嘛，对不对？对，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做法？我把我的股票分为蝌蚪头，蝌蚪就是头大大一个尾巴，一个尾巴哈，还有蝌蚪身。还有个蝌蚪尾巴，蝌蚪头的股票，我把它定位为我持有3年，我希望含息的报酬率是100%。因为我大概平常也不乱研究股票，我大概是集中大概40档股票，这10几年来我都
我都就是只研究这40档，当然过程中有些看走眼的略有进出啦，有调整，那就一直集中在40档，因为这是我的研究能量，那我这40档，我认为说未来3年，不管是处在一个景气循环或是什么特殊的一个机遇之下，他们3年某几档，我觉得我判断我报3年可能赚1倍的，我就会把我的资金重压在这个要怎么判断它除了配息外还会再涨3年会涨1倍的？比如说我今年的蝌蚪投资它是一个功率元件 IC 的封装公司，以这个品项而言，它应该是全球最大的。功率元件产业在2025年底的时候的那个当下，已经历经了3年的景气下行，获利也是大概3年都就是没有说很差，但是就是没有起色，一直下滑。那我看它其他的同业也一样，就是从2023、24、25这3年都不好，所以这不是它的问题，这是整个产业的问题。那为什么呢？就是2022年有一个电子股的一个因为疫情之后大家都关在家里嘛，买电子产品，他们有一个获利的一个上行，那这个消费有一个提前消费之后就下行。了解。好，但是景气是这样的，我跑这个产业这么多年，我发现大概就是2-3年一个循环了，那我就觉得，这个3年也差不多了吧？你就直接判断说，它已经坏3年了，这个产业应该要有一点可能要 bottom up 了，这是一个判断。那第二个 AI 伺服器他们开始进入所谓的从400V要升级到800伏特。对。那我从这些国外的公司他们开的法说会，以后进入800V 时代了，那个一个伺服器机柜的功率元件在400V 时代，譬如说本来只有$5万，那进入800V 时代，他们估计会增长7倍。功率元件的永远会7倍。景气在谷底，然后又有一个新的 AI 伺服器又要升级，电源要升级，那不是一个绝佳的时机吗？那这个就是我认为我值得重要的标的。我本来说我要持有3年，希望能够涨1倍嘛，80涨到1倍是160嘛，这个算是好运你半年你就达到了。那有些其实我以前大部分的经验是真的都要搞到2-3年了。深入研究的，我认为2-3年之内有机会涨1倍的，我就会把资金重压。了解。不像我早期我买了7档吧，100万就平均分配，除以7，所以导致我过前面5年报酬率就是很普通。了解。那之后我懂得说，我只要看好的，我要重压一些包括报酬率我拉不起来这刚好就书中里面有提到，就大家就是在就是一个中年理财的一个盲点就是资金是有限的嘛，对，所以你一定要不是你要投机可能就会输也不行真的要长线投资平均分散也不行。所以富旭哥你在观察，就是说中年理财就是到底呢有什么常见的盲点跟陷阱，就是你书中提到那些，我觉得很值得跟观众分享一下，你自己的看法是怎么样？中年理财的第一个盲点就是杠杆这件事情。我从100万可以今天能够到，比如说我的台股部位有2800万，其实我的本金不是100万。我在第6年、第7年的时候，我跟我太太商量我说我们过去这个几年的报酬率都还算稳定但是就是我不是说我翻1倍的时候，我反而很失落吗？我就说惨了，我的人生可能完蛋了。然后我发觉我的问题出在哪里我也没乱搞我的报酬率还赢过大盘，我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就出在我没有钱我没有富爸爸，本金不够这个是大部分人面对的问题，因为大部分人都没有富爸爸。那我唯一的资源，我总不能跟朋友借吧？以前我又跟我爸妈借过钱，他们一定会说他们又要再念一遍了。对，我就跟我太太沟通，那我们就从我们房子借。我们那个房子还有大概我记得还有400多万的额度，我们先借150万来试试看。之后我敢做这个决定，我又想通了一件事情。我当时算了我借150万，借20年利率当时借的是 1.8 吧，那时候比较低。那譬
平均每个月本金要还大概8500块了，我已经算得很精准了。我很担心我会还不了嘛，所以每个月要还的本金我已经都算得非常的精准，就是要还8500。然后我就跟我太太讲说，我们2个都有在赚钱，每个月多负担8500会负担不起嘛？应该是真的生不出来嘛？即使有一点困难，也要拼拼看的。第二个，好多人呢，他们都很喜欢买储蓄险，很多人储蓄险一个月一缴就是5000、8000，咬牙缴下去，是为了未来的生活嘛？那我说人家储蓄险都可以这样缴，我为什么不仿效储蓄险缴储蓄险那个精神？更何况储蓄险你这么辛苦缴，我们投资最难能可贵就是复利效果。你买储蓄险的所有的复利效果都给保险公司拿走了。对，股票的涨值、房地产的增值，什么什么都给保险公司，只可以你来买我的储蓄险15年之后约定利率3.5啦，以后就是按照你都每年安心了领3.5啦。一口价。投资最珍贵的地方不是那个一口价，是复利效果。那你自己借钱去做高息投资，这个会产生复利效果。用这样做房贷、增贷，这样算，做会合的啦。那果然效果非常的宏大。那我顺便跟大家提一下啦，就是说我说我的股息为主，价差随缘。那这14年来了我累计领的股息大概是770万了。这14年来就是累计领这么多。对，但是价差超过1000万。为什么会这样？就这跟佛学有点关系的啦。我年轻的时候对价差非常的强求，你知道吗？对，我做股票当时的台股的殖利率也不好，也没有再配。对，都大家买股票真都是为了跟现在很像那个你一直在追求那个价差。然后财神爷反而他就是要开你玩笑，就是不让你赚到，但是当你说我价差随缘了，财神爷反而说这个我偏要给你价差，这样子。虔诚的道教徒啦，我不是来传教的啦，但是我说我是一个虔诚的道教徒的一个对投资的反思给大家参考。那富旭哥，你书里面还有写到，就是说，就是因人性，还有一些资金其实短线投机跟长线价值投资都没有办法致富，这个看法是怎么样？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我先想讲为什么长线投资巴菲特那一套你也没有办法致富。人家巴菲特他家里本来就很有钱，他30岁的时候他就有100万美金了，100美金哇！对，那请问你30岁你有多少钱大家你问一问。那你富二代，我恭喜你啦。但是大部分人都不是，包括我。所以你要靠那个什么每年6%、5%翻身不可能即使你每年都达到也不可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巴菲特不是讲说你买进了一档股票之后，你只要连那个10分钟都不愿意持有，那你就干脆不要买。买进一档股票最好就是持有一辈子像可口可乐什么大家都听到耳朵都长茧了。我告诉你，大家没有巴菲特这样的资源巴菲特为什么对他持股这么有信心？因为他后面有一个很庞大的研究团队，你知道吗？那个穆迪投资人服务公司就是他开的穆迪投资人服务公司是一家做全世界前3大的在信平等公司。那在信平等是做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平等，你上市公司要发债嘛，所以我要了解你的财务结构、你的业绩什么什么的，摸得一清二楚，我给你一个平等。那你只要平等越高，你的筹资的成本就越低。在信公司是做这种事情的。穆迪投资人服务公司有6000个研究员，几百个博士哇，我们有吗？没有。请问你有那种选股的眼光吗？你一定要有那种非凡的眼光，才能够建立起你选股的信心。我们都没有那你跟他学什么巴菲特？本来我就很看好，但是只要一有风吹草动获利一个衰退，1季的衰退，2季的衰退就吓得跟什么样子。那是因为你对这档股票不够了解不够了解不能怪你你没有那个资源所以我说做股票不是长期，是要且战且走。
这个才是一般人的真实样态。你要不断修正，且战且走，瞎子摸象，这也是你我真正的状态。你以为你是巴菲特，你是谁啊？你是什么东西呀？对，好，这是一点哈。好，所以我说长期投资不适合一般人，就是这样。第二个，短线投资，为什么不适合一般人呢？你说哦，富旭哥，这个最近 AI 股这2年很棒啊，那个资产翻了好几倍啊，哎呀，这个就像我年轻的时候，你看20几万翻到150万，泡沫你看几倍啊？6倍有吧？那之后负债300多万。老天爷假如真的疼惜我，应该在我1999年进入股市拿20万的时候，3个月内让我痛赔50%，让我尝到说你做这样的投机是不应该的，马上就给你一个棒子打下去，把你打醒你，不要让你之后让我虚掷了10几年的光阴呐。财神爷就是不疼惜我，可能我平常没有在烧香，当时我道教不够虔诚吧，对，所以他就开我玩笑，让我在底下隔来隔去隔10几年，浪费了10几年宝贵的时间。你今天在 AI 股，你赚到200%，我告诉你回不去了啦。你以为投资就是这么回事？就是1个月要赚10%，一年要赚50%。正常正统的投资，你看不上眼的。毒瘾成性的人，懂不管是赌博或是吸毒，你一上瘾，你回不去了。那个地狱的门，你不要看你现在赚好几倍，已经悄悄为你打开了啦。对了，除非你今天听了我的劝告，你悬崖勒马，你马上那富旭哥讲有道理，我手上 AI 股已经赚了500万了，好，那我把它听力，我可能100万继续跟他搏一下，400万来按照我们就做正常的正统的价值投资，股息为主，价差水洗，那这样就 OK，但你假如越沉，那个人生就毁了哈。了解。节目最后，我想请富旭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就是真的，其实我认识的一些朋友也是中年才真的开始理财。如果只讲一件事情，就是提醒他们一定要就是好好做好那第一步，或是提醒他一件事情，富旭哥会想要提醒他们什么事情？投资其实你会觉得好像大部分都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知识上的钻研，不管是技术分析啦，或是财报啦、基本面，然后都疏于自己的情绪的管理。那事实上投资困难的地方就是它一个理性跟感性的一个很复杂的综合体，对，一直在拔河，那你要知道这样的一个底层的逻辑，那常常要自我关照，那我建议你一定要第一步你要先设好自己的目标，也是用这样说服我太太，我说当时我100万出来，我就说我大概我的股票会涨到哪里我不知道，但是我就是每年100万，我就是每人要领到至少6万，然后我下一年我的股利一定要成长10%，我给当时定下了这个一个目标，那假如股利最好是说我买的股票股利有成长10%，我就不用就比较轻松嘛，但是不会那么好，对，那只要达不到，我就用暴利的方式，什么暴利？多存一点吗？再多存一点，本来你隔一年不是第2年要6.6万，不可能每档股票股利都成长10%，好，没关系，我们再加钱进去，对，加10几万、20万，把它直接加到，那这个钱相对你是可以负担的嘛，这个目标明确，动机就会一直 drive 你，一直逼迫你，去前进，那个这个前进，不管是你在资金上的分配筹措，或是在股票的研究的深入方面，我觉得人生真的很奇怪。我们在工作上我们都被那个 KPI 逼，对，老板都是说业绩要再成长与再成长，对，那你都可以甘之如饴的。你真的达到你工作 KPI， 顶多可以加薪5%，但是大部分的利润都是归公司跟股东的啦。但是你为什么自己投资
你投资的利得你都可以归于自己耶，你却不为自己订立 KPI 啊。人的一生当中啊，我是指一般的上班族啦，你只要略微懂投资理财，不用太高干，大概70分，我告诉你，只要你能够活到啊，再注重一下养生啊哈，你能够活到85岁，我跟你保证，你70分的投资功力，你的一生的被动收入一定会超过你的主动收入。但是我们在人生当中却花90% 以上的时间跟精力在追求主动收入，却吝于花5% 的时间在被动收入上，很严重的资源错置嘛。对，KPI 定出来，让你产生强烈的动机，真的很重要，你把它当成你的公司 KPI 一样，是逼自己认真对待，就这样，这努力的全都是自己的状况下，然后我觉得设定目标是真的很重要，让自己，也许你现在没这么厉害，也许你现在选股还很多看不清楚、看不懂的地方，那你就是慢慢设定，然后就逼自己，然后不管是学习还是多赚点钱投入，然后让自己越来越厉害。毕竟投资是一个长期抗战，并不是叫你明年就能退休，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那我们今天谢谢富旭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谢谢大家，谢谢。